好，我们今天开始上课哈。那上一次呢，我们介绍大家这个 computer 怎么演进的过程。好，那今天我们会介绍 abstraction， 还有这个 performance， 就是说我们效能要怎么计算啊？电脑的效能要怎么计算？那 abstrac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抽象。你看它的意思就是抽象的意思，对不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一个电脑的时候，它从不同层级去看它，从比较 high level 的。比较中间的 level， 那你如果比较 high level 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下面 low level 的东西把它隐藏下来，比较了解。等到你了解后，你再往下面一个低层去了解它哈。那这 abstraction 的意思就是这样啊。那我们就看看电脑在不同的层级上面呢，我们怎么样去看它电脑组成的这些 component 的元素啊。好，我们先看在整个我们来讲电脑，我们一定说电脑分为哪个部分？硬体、软体，对不对？你讲硬体、软体哈。那硬体跟软体什么样的关系呢？哈，硬体本身一个单独一个硬体，它是不会动作的，对不对？那光是一个软体也不会动的，软体有点是这样去驱动这个硬体做的事情哈。那软体又分为两种，一种叫做这个 application 的 program， 另外一种叫 system 的 program。这什么意思呢？哈，就是说它的层级大概是这样，就是最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好，这里面呢是我们的 hardware 哈 hardware， 然后再过来是我们的 system software， 再就是 application 的 software 哈。那 application software 呢，就是像我们平常这些，比如说你现在在银行啊，它有银行的系统啊，飞机场有飞机场的系统啊，甚至说你的 game， 你玩 game 也有 game 的 application 的这个 software 哈，这都是应用的软体。那应用的软体它要怎么样去 run 呢？哈，它是要透过 system 的 software。现在会分两种，一种叫 compiler， 一个叫 OS 啊。compiler 是干什么呢？是帮你把 high level language translate 成 machine 懂的 language 啊，就是把它 translate， 经过很多的步骤把它 translate 成。因为我们在第一堂上有讲过说，这个电脑只有01，对不对？那我们要我们的 human being， 要我们人去写这个01的这个 program 太麻烦了，对不对？而且没办法写很大，也没办法有很好的这个生产力，所以我们把它设计成 high level language， 就用 high level language 来写，然后透过 compiler 把我们做 translation， 然后变成 machine code。好，所以我需要一个 compiler 啊，这 system software， 它本身并没有做什么 application， 它只帮忙你的 application 做 translation 啊。那另外一个 OS operating system， 因为我们在系统里面有很多东西呢是大家共用的，比如说 I/O 的地方我要去处理 I/O， 那你也要我也用，那干嘛不写一个 code 在那边，大家去 share 就好了。好，所以这 OS 就类似这种功能，它 handle I/O 啊，或者说 memory 啊 storage 这边比较 low level 的，我们如果用很 high level 的 view 去看它的话，大家都要去用它的话，有一个人要去操纵管理这件事情，那就 OS 做的啊。那另外呢，很多个 process 可能要同时去 access 它，好 access 一些 resource， 那我们要有一个人来决定说谁可以先用，谁可以后用啊 ，scheduling 啊 ，sharing resource， 那这也是 OS 做的啊。那所以 system software 就分为两种，一种叫 compiler， 叫 operating system。那这个呢是协助 application software 做事情。好，那另外就是我们有 hardware。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家以后问你，你很简单，说 computer 就是三大部分 ，hardware 对 software， 所以分两个部分，一个 system software， 一个 application 的 software。好，那其实你将来到研究所走的各领域，也一定是落在这边。你是做 application 呢，还是做 system 的呢，还是要做 hardware？ 好，这是我们很粗一个大的分类。好，再下来，如果我们就 program 的 code 来讲的话，我们 program 因为刚刚讲说，我们写的时候，你在大一的时候学过，可能都是 C 哈，或者是 Java， 对，那都是很 high level language。可是我们上次讲过，这个 machine 怎么可能看得懂你的 high level language 呢？对不对？它只懂得0跟1，哈，只懂得0跟1在下面这个地方，0跟1。好，所以我们如果从 program 的 code，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很多 level 哈，最高的当然就叫做high level language， 比如你的 C 啊这些东西哈，它的写法好，这边比如一个例子叫 swap， 它写的非常 high level， 它这个呢基本上跟你的 problem 的 domain 很像哈，就是它也许是数学符号啊，一些英文啊掺杂在里面，让你很容易就写啊。那它主要 provide 什么东西？就这个就是生产力，因为你要很 high level， 对不对？你才可以写很多东西，对不对？你可以写得很快，写很多。好，如果写成这样，要叫你写这样的 code， 你有办法写吗？没办法写，对不对？哈。所以 high level language 好，它提供 productivity 还有 portability，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不同的机器，它可能的 machine code 就是 instruction code 是instruction set 是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我只要写成 high level language， 通通都一样，好 ，C 大家一样，不管在哪一台 run， 通通都一样。
然后透过那一台机器的 compiler 再把它 translate 成它的 machine 的 code， 好，所以它提供可以在不同的机器可以 run， 好，所以 high level learning 就是最高的 level， 好，那经过 compiler 之后，你就会变成这样有点，这个就是我们所谓 instruction set 的一些 language， 好，它跟 machine instruction 已经很像了，哈，但是它只是用这个。还是用比较 high level 的方式表示，譬如说你的这个叫 LW 叫做 load， 对不对啊？可是 load 实际上对应可能是几个 bit， 对不对？但是它用那个一个 symbol 让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哈，所以这是到 compiler 就 translate 成比较 low level， 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哈。那这个叫做 assembly 的，就是跟我们的 instruction set 很像的那样的一个表示方法，哈。然后再透过这个assembler 呢，它就等于是1对1的 translation， 很简单。比如 load 它的 code 长怎么样 ，OP code 长怎么样，然后多少有一个 instruction format， 我们后面会讲，它直接把它 translate 成0101的状况，好。那所以这个呢，如果从 program 的 code 的那个 level 我们一看，最 high level， 然后到中间 assembly， 再过来到 machine， 好，也是不同的 level， 好，不同的 level。好，再来。好，再来如果看 computer 的话，如果 hardware 的部分呢，哈，那包括什么东西呢？当然 process 的部分 不管你是 desktop、server 或 embedded computer， 好，我们前面讲过，可以大概分为这3类啊。它的 hardware 的部分 process 部分是一定的，一样的，不管你怎么样做，都有 process， 它的 instruction set 就不一样，可它一定有一个 process 去处理你这些运算，哈，还有 memory 要储存的地方，哈，那另外还有 I/O， 好，这是这个跟这个外面 input、output 的 device 啊。那 I 我们可以分为就 user interface device， 跟我们 user 做联络的，做沟通的啊，像 display 啊、keyboard 啊、mouse， 还有 storage device 啊，因为我们机器 processing 处理完毕之后，它要储存啊、存啊、取啊，所以放在 storage 啊，有哪些 device 啊？还有 network adapter， 就是说 machine 跟 machine 之间我可以连起来，也可以做沟通啊，哈，所以有 network adapter 啊。那我们就来一一看这些 component 哈。这是从最外表看一个 component， 对，最外表看一个 computer， 对不对？好，它包括哪些东西呢？包括一个 display， 对不对？这是 output device， 哈，它包括 keyboard， 哈，这是 input device， 最外面就是这些东西嘛，哈 ，mouse 它是 input device， 还有一个 connector， 好，去连接你的 network， 哈，好。那我们最外层是这样，我们再进一层去看看，那 mouse 是长什么样子？哈，再进一步去分解说 mouse 长什么样，那 mouse 它的运作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哈，这是一个 optical 的 mouse 啊，那跟以前对应的一个机械，如果你更早以前的话，你高中或者是更早的时候，你的 mouse 可能里面有一个圆球，对不对？圆球的滚来滚去，好，那现在都不是那种，现在都是像这种好 optical 的，好光学的这种的 mouse 啊，它怎么运作呢？哈，它有一个 LED 灯，它会有光哈产生出来，照你的那个平面哈，然后它其实里面呢就是一个小小的 camera， 好，它每1秒钟可以照1500个张相，好，那它其实就是一个 processor 在那边处理你的影像，好。当你在移动的时候，它就看这张照片跟下一张照片，它差异在哪里，就做 image processing， 就叫影像处理。好，就做影像处理，就是一个小小的 process 做影像处理啊。那它里面内建一个这是 low resolution 的意思，就是说低解析度的 camera。好，然后每秒可以照很多的照相。好，那当你在移动，它就可以照相，就比对 difference， 然后来告诉你的 x、y 的移动的方向。好，那跟传统我们这个可能大家知道说，以前是有一个球在里面。它那个怎么运作呢？是说，当你移动的时候，它有个 counter， 有一个计数器，啊，怎么移就 x y 就一直 increment、decrement 加减，然后知道说你 x 方向、y 方向有什么样的变化，啊，然后把那个再反映出来，知道你这个 mouse 移动的位置。好，那这是简单这个 mouse 的运作的方式啊。好，再来看，那我们的 display， 我们的荧幕是怎么样运作呢？哈，这是就更低层一下，哈，这个就是一种 abstraction， 对不对？我们最上面看到有这些东西，然后如果再深入去看 mouse 是怎么运作，我们 display 怎么运作？哈，那 display 怎么运作呢？哈，我们一个荧幕里面其实是用所谓 bitmap 表示它的图像的，就一点一点一点的去表示它的图像。那每一点呢，我们称为一个 pixel， 好，一个 pixel。如果你是黑白的话呢，就是一个点，就代表有8个 bit， 好，它就有不同的灰阶程度，就不同的灰阶程度。比如说8个 bit， 你有00011就不同的深浅度这样啊。那如果你是彩色的话，你就有3个，要表示3种基本的原色，哪3个？我们通常说画美术哪个3个是基本的
好3，对 RG 红色对不对？绿色、蓝色，对，好 RGB 哈，就要3个都是8个 bit 的哈，这个东西去组成，就你这一个 pixel 要表现什么颜色？好，那好，那好，你刚刚讲过什么叫 resolution 呢 ？resolution 就是说它的解析度，也就是说我这个 display 上面有多少个点？好，如果我点越多的话，就表示说我的 pixel 越多，对不对？表示我可以表示更精细的的画质，对不对？好，如果你的点像这个208有640乘以480有这么多个点在里面啊，到2560到乘以160这么多的 pixel 哈，那当然越多的 pixel 表示它的解析度越好。好，那表示什么颜色呢？其实另外一个 frame buffer， 好 frame buffer 是它对应的，好，比如这个点它对应到这个 frame buffer， 这个点就对应到这个 frame buffer， 这 frame buffer 就记录像 digitalize， 就是把你的那个资讯就用刚刚讲过这个8个 bit， 对不对？把那个资料放在这个 frame buffer 里面，好，这边是代表什么数字，这边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颜色的一个 bit， 好，这样，那这就是我们的 display 的运作，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刚刚看表面上看到，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个 computer 打开的话，这一个 notebook 打开的话，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像这个就是风扇，对不对？还有一些DVD 的 driver， 还有 hard drive， 这个地方放电池，这个地方放 memory， 放 DRAM memory 在这边，这个图再放大就放在这边，那 memory 呢也是在 board 上面，把它插进去，就插槽进去，这就是 memory 啊。那这边其实是我们的 processor CPU 就在这边而已，你看相对起来 CPU 其实很小一块，对不对？但它是最贵的CPU， 好，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 ，CPU 里面跟 memory 有没有在同一个 chip 上面？跟我的 memory 是没有的，没有在同一个 chip 上面。所以当你 CPU 在运作的时候，你要到 memory 拿东西的话，到拿东西是 off chip， 就 OFF off chip， 是要比较长的时间。这先有一个这基本概念，好，那我们再看在 process 里面，就刚才那个小小的这个，这边这么小块，这边这个 CPU 这是我们的 CPU， 它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在第一堂课我们也大概介绍过，对，它主要包含的就是 data path 帮我们做运算，对不对？还有 control 告诉我们说在哪一个时间要做什么动作，那另外它还有一个这个叫做 cache memory，cache， 那你说刚才不是已经有一个 DRAM 吗？对不对？那现在这边有什么叫做 cache 呢？cache 是另外一种 memory， 它也是另外一种，它是跟 CPU 跟这个 processing unit 是在一起的。它是做什么作用？因为这种的就是 cache memory， 它是比较小的，但它很快。为什么？它因为你在运算的时候藏一些资料，你希望说马上它又要用到了，马上就要用到了。那你如果放到刚才我们讲过那个 memory， 它是 off chip 的，是在我们的这个 processor 的外面，对不对？那你如果每次都运算完就写回去，又再把它读出来，很浪费时间，对不对？因为它要经过 chip 外面到外 off， 对不对？要 off chip， 所以很浪费时间。所以呢，就会把说那是不是跟 processor 在一起，在同一颗 chip 上面哦？我就建一些 memory。好，那当然这个 memory size 不能很大，因为很大它会把整个 CPU 速度变慢然后它也比较贵一点所以我们就建一个比较小的但比较 fast 的，我们叫 cache memory， 跟 processor 在一起所以那将来我们下一次在后面会介绍 cache 啦 memory 它是怎么样一个分配让我们的资料能够要的时候都可以很快的取到又快取到，又可以看起来我们容量很大的一个 memory 的 structure 好，那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打开来看的话，如果这是一个 processor 你看这是一个4个 core 的 processor， 这 single core 在这边，你可以看这边，你看这个 data cache。instruction cache， 这是 level 1的，还有 level 2的 shared cache， 还有 level 3的 shared cache。所以在一个 process 上面，这有4个 core， 其他 cache 的面积也占得相当大，对不对？相当大。然后真正的方形unit，像这个是 floating point 的 unit， 这 load store， 还有这 execution， 其实真正执行的地方只有这一块而已，在做事情的这一块 ，integer part 可能就这一块而已。所以 cache 在我们的 process 里面也占了很大的一个面积，那 cache 就是为了我们在运算的时候，注意它是在 chip 上面，是 on chip 的它在 chip 上面，所以我的速度可以很快。当我在运算的时候，我不想要把那些常常用到资料存回去我的 memory 的话，那个是 off chip， 我就放在 cache 里面，好，这是 processor， 过来
那这个周边还有些什么东西呢？好，除了刚才讲过这个 main memory 跟 cache 它是可以存资料，对不对？好，那个我们就知道 volatile 的 main memory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 power off 的时候，电没有关掉的时候，它的资料就全部不见了，好，就全部不见了。那另外一个 non-volatile 的 secondary memory， 它是可以更大，容量更大，可当然速度就更慢啊。包括我们 disk 啊，哈，这个是 flash， 就是我们大拇哥里面用的 flash 啊，还有我们的一些 CD-ROM 啊，哈 DVD 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 secondary 的这个 storage 的 component 哈。那这些资料放进去的时候，它不会因为你电没 power off 就资料掉，那都一直会在那边哈。但是它容量很大，但速度很慢，好，比较慢。好，另外当然 network 哈，我们去跟很多的 hardware 去 share 的 resource， 要透过 network 来做 share 的 resource。好，有短距离的 local network、area network、wide area network 或者是 wireless network， 好 ，WiFi、Bluetooth 等等这些，透过的 network 我们可以 machine 跟 machine 连接在一起。好，那刚才就是在不同的角度我们看它的 abstraction， 对不对？哈，有的从 program 的地方来看。有的从就看最上面的时候，我们 computer 到底包含哪些东西？有的看我们的小 component， 好，包含哪些东西？那 abstraction 就帮助什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帮助我们处理这个 complexity。如果你一开始就看了很大的地方、很细节，你就搞不清楚状况，对不对？所以我们从最上面先看起，先看最抽象的部分、最高阶的哦，我有哪些 component， 然后再一个一个去往下看。所以 abstraction 会帮助我们 deal with complexity。好，那这个一个很重要的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其实我们在前面也介绍过，对不对？就是一种像 assembly 的一个 language， 对不对？它 define 你的这个 process 到底要能够执行哪些的 instruction， 好，叫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好，那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hardware 好跟 software 之间的 interface， 好，什么叫 hardware software interface 呢？就是说 hardware，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在 develop 一个 computer。software 说你 hardware 没做出来，我怎么去 define 我的 software？ 那 hardware 说那你 software 没写出来，我怎么知道？如果这样就变成鸡跟蛋啊，大家都没办法做事，对不对？所以我们 define 中间一层叫做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把这个 define 出来以后呢，那 software 根本不管你 hardware 要怎么做 implementation， 你到底怎么样去，不管你用什么样的 hardware 去做它，但是呢，你一定要能够执行这些 instruction， 好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一定要执行，好，那所以 software 的对他们来讲说。好，其实我不需要知道你 hardware 怎么做，我就可以开始 develop 我的 software 哈。那他说，因为除了 instruction set， 还有另外一些，像我们刚刚讲 OS 那些 system 的 software， 因为我这个 software 发展的人呢，也不需要知道 detail， 因为那 OS 已经帮我处理了，我只要知道怎么样去做叫这个 functional call 哈 system call 就好了。这两个加起来，好，就 instruction set 好，加上 system software 的 interface 这些东西，也就是那些要去 OS 就要帮我们做这些，你其实就可以做 software development 了。好，所以这两个东西我们称为 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 就是写 application 的人呢，你只要知道你的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你只要知道 OS 怎么样去帮我们处理，好，那些你不知道 detail， 不需要知道 detail 没关系，你只要知道它怎么去 call。好，这 system call 就可以了。好，那对 hardware 的人来讲，这 software 人知道有 instruction set， 要知道这些，他就可以发展他的 software。那对 hardware 人来讲怎么样？我只要知道我的 instruction set， 我不管你 software develop 什么东西，我就根据你的 instruction set， 我就把那些 instruction 把 implement 出来就可以了。好，所以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是 software 跟 hardware 很重要的一个好 interface。好，从那边就可以分开，然后往你的更 detail 去研究。好，那刚才呢，就是给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 abstraction，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performance 啊，就是我们的效能。一个 computer 我怎么样去衡量它的效能呢？我们知道说这张图，好，还记得？哦，这张图没有，这是我们新的哈。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曾经介绍大家一个什么？好 ，Moore's law， 对不对 ？Moore's law 是什么？来，郑浩源。郑浩源没来？郑浩源，什么是 Moore's law？ 最重要，我上次讲说，Moore's law 对不对？一定要知道，至少学了那个之后，来，什么？每1年半怎样？
每一年全世界的数目可以怎样 ？double， 对，1倍，哈，对，这就是 Moore's law， 哈。前面告诉我们，就说最重要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 computer 发展这么快速，对不对？就是因为 Moore's law， 好 ，Moore's law 告诉我们，每1年半呢，差不多18个月的时候，你全世界就可以 double， 就说你的 feature size 就可以缩小一点 ，feature size 就可以缩小一点，缩小，因为技术越来越进步，对不对？好，好，好，那从 Moore's law 我们就知道，它这张图就是告诉我们 technology 的 trend， 对不对？这是一个 DRAM 的 capacity， 哈。你看它不断的，它同样的面积可以一直越来越大，哈。它有 increased capacity 跟 performance， 越小当然就速度就越快了，哈。然后它的 cost 也越低，哈 ，cost 越低，因为越小，在同一个面它是算面积，你去买 chip 的时候是面积越大就越贵，哈。好，所以如果我们看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从刚开始有真空管，如果我们叫做 cost performance 1的话，那到现在已经才50多年，已经到10亿了，这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10亿了，哈，60亿倍，它的效能增加这么多，哈，所以才能够到处都是我们的 computer， 到处都可以负担得起，放一个 computer processor 在里面，好，这是我们 technology 的 trend。好，那这样子的发展就一直发展，那我们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当我们把 computer 设计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衡量它到底好还坏呢？好，那我们就用一个飞机来做一个比拟好了哈，就是说 computer 哈，其实用这个例子来看，到时候那 computer 我们也去看，我们也要看它效能啊，你也可以设计，你也可以设计，大家都可以设计，对不对？那我有一个成本在那边，对不对？那我要看效率，怎么去衡量它的效率呢？好，我们就以这个飞机来做例子。好，这是 Concorde， 好，下面是一个747，好，那它有什么特性呢？好 ，Concorde 他说它的容量可以容纳132个人，好，它飞行的距离可以4000个 mile， 就是说飞到4000 mile 油就用完了，好，那另外它的速度是1350个 miles per hour， 好，每小时可以飞1350个 mile， 好，那再看747。它是可以坐470个人，好，那这个只能坐130，但是可以坐很多人，可以坐470个人。它的 range 呢是4150个 mile， 然后 cruising speed 呢是610个 mile per hour， 那比较慢，对不对？它这个我1000的、1300的，这个是到才600，对不对？好，那好，我问你，这两个飞机到底哪个比较好？这两个飞机，你觉得哪个飞机比较好？啊，蒋继伦，来。这两个飞机，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然后呢？对，你看，他就很有分析的能力。这个讲机人他不会直接讲说，哦，看数字大或数字小，没有，他就不同的点去给你分析，对不对？他说，如果就这个人数的时候是怎样，对不对？就速度的时候是怎样，对不对？同样的，好，如果我们 computer 也是一样，好，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如果是就这个飞机来讲的话，它是怎么样一个 performance？ 如果你说就 passenger 的 capacity 讲，我就人数来讲的话，那当747它可以载这么多人，对不对？好，我说它最好 performance 最好。那如果做 cruising range， 说我都不用加油，一路到底的，有谁比较好呢？哦，那就是 Douglas DC-8， 对不对啊？好，到这个可以很久都不用加油啊，飞到底哈。那如果我做它的速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是这个是 Concorde 是最快的，对不对？好，那这个3个都比较obvious 啊，这我们刚从那个数字就会看出来。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我们会效率去衡量一下，我们会说，那是不是应该说人数跟速度都很重要，对不对？我可以载多少人过去，我的速度也很重要，所以就有一个叫做这个 passenger 乘以 miles per hours， 就是说我单位时间里面我可以把多少人送到多远的地方，那这时候就是把它的人数乘以它的速度嘛，对，有点像我在这个单位时间内我可以做多少事情嘛，因为我们造飞机不是只有快而已，我还希望把人送过去，对不对？所以把人数乘以你的速度，那这就是说你单位小时你能做的事情，这是另外一种好衡量的标准哈。所以你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说，飞机有不同的这个 factor 啊，或者我们从不同的这衡量标准去看它的快慢。computer 也是一样哈。好，我们第一个就是 response time， 比较有点像那个速度的哈。如果你要看response time 的话，我们要去衡量说这个 computer 到底是好还是坏，我就看它说它的 response time。
好，很直觉嘛，因为我把工作丢进去，对不对？我希望说多久你可以东西算出来啊，越快越好啊，对不对？越快越好。那这个就是叫做 response time。好，也就是说我们多久要把一个工作把它完成？好 ，response time。好，那这个 throughput 就跟刚才那个最后一项那个有点像，就是说，那你不是只有 response time，我希望你做很多事情啊，我希望你单位时间到底能够做多少时间，做越多事越好。好，所以叫 throughput 就 total work done per unit time。好，所以我们常常把单位时间你能完成的工作啊，这叫做 throughput。好 ，throughput。好，所以这两个常常拿来衡量一个 computer 的好还坏啊。好，那先问说这两个的关系呢，是不是两个这个好这一定好，或这个好这也一定好呢？是不是这样？当我们改进一个 computer， 我把它的 response time 变好，它的 throughput 一定变好，或者把它 throughput 变好，它的 response time 一定变好，是不是有一个一定的关系呢？有没有？来，无名中，来，有没有？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好，好，有好。那你看一下第一个他说，如果你现在把一个 processor 哈，把它代换成一个比较快的 processor 哈，本来是 A 跑得比较慢，现在换成 B， 那你的 response time 有没有变快？同样一个 job 给他，有好，那你的 throughput 有没有变高？也有，因为跑快了嘛，单位时间能做更多的东西，对不对？好，对，好，再来。那如果你加更多的 processor 呢？加更多的 processor， 本来就一个 processor 在跑，对不对？我现在加一个 processor， 它 response 一定会变快吗？好，有人摇头了，不一定哦，对不对？我如果没办法分配工作的话，你还是做这样工作，对不对？那你多出来怎么样？你做我可能有10个工作，对不对？那你就做第一个工作，你就做第二个工作，你就做第3个工作，对不对？所以你加 process 不见得会把 response time 增加，哈，不见得。但是什么会变快了？怎么会变快？哎，那个无名中，啊，这个是什么？叫什么？你先2个 process， 对不对？你做一件事，你也做一件事，那单位时间怎么样？同样的时间，你 response 我丢进去，我还是要，譬如说要10个 time unit 才出来，对不对？我丢进去就10个 time unit， 还是那所以 response 没增加，可是我一次可以做2个工作啊，对不对？所以什么东西增加了 ？throughput 增加了，所以我单位时间可以做的工作增加了，好，所以这2个不见得有绝对关系，有时候你把 throughput 增加了 ，response time 不见得变好，好，所以但你要知道什么叫 response time， 什么叫 throughput， 这2个是跟我们 computer 的这效能有很大的关系，好。那但是我们现在以后呢，我们比较 focus 在 response time， 好，到底丢一个 job 进去要花多少时间出来，好，后面会比较专注在这个方面的衡量标准，好 ，response time， 好，那即使是 response time， 我就说，也就是说，东西丢进去之后，我要花多少时间才可以得到它，好，没有再给它细分，好，有一个叫做 elapsed time， 就是你的时钟叫 elapsed， 时间就过去了嘛，时间过去，对不对？就是。也就是说，我现在看哦，现在是10点40分，好，过了1分钟，好，它出来了，时钟上面的灯就 elapsed time， 好，那这个时间包括什么东西？当你job 丢到 computer 里面去，对不对？它除了运算的工作之外，还有什么时间 ？CPU 在算，对不对？还有 I/O 的时间，对不对？还有，假如说这个我们是好几个 job 在同样的 computer 在做，对不对？不是只有你这个 job 时间，那有时候。你要去做 I/O 或者之间什么有 share 的关系，对不对？你可能是 idle， 可是你因为没算出来，所以你就还是最后算在你的 elapsed 的时间，好，所以呢 elapsed time 呢，它包括很多的，包括真正 processing 的时间，包括 I/O 的时间，包括 OS 当然也是在 run 我们的 processor， 好，大家做 system 的 software 啊，好，还有 idle 的时间，好，但是这个呢，全部可以决定我们的 system 的 performance， 就是说你这个系统。因为不是只有 CPU 的问题，对不对？你还有 OS 的问题，还有你 I/O 的问题，这整个全部的系统的效能到底是怎么样？好，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用 elapsed time 来看。好，但如果是我只看我的 CPU， 我只要看，因为我是设计一个这个 processor， 对不对？我只要看 CPU time 的话，好，那你就要把其他这些东西把它拿掉，好，把这它拿掉。我只专注在我的 CPU 到底 run 多快。好，
因为我们在这门课的话，主要会涉及 CPU 嘛，对不对？如果现在要去衡量一个 CPU 的话，那你就我只要看 CPU， 那你就要把这些东西拿掉，只要看 CPU 的时间。那 CPU 又包括2个部分，我们讲的 run application 的时候，对不对 ？CPU 的 user 的时间，那另外 run system 的 CPU 的时间，因为有时候你要跑到 OS 去 run job 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好，那把这2个时间加起来，就是它的 CPU 的时间。好，那你说 system performance 好，跟你 CPU 这2个又是不是一个绝对的关系呢？不一定，对不对？有的人 CPU 跑得很快，可是你的其他的地方处理不好。那 overall 的 system performance 可能就不好了，好，那 system performance 好，那 CPU 也不见得很快啊，以后我会看很多例子，我可以用很慢的 processor 没关系，对不对？可是我可能用好多个或者其他各种组合的方式，一个 system performance 可能会好，好，那当然，那 different program 也会因为你的不同的 CPU 跟 system performance 有不同的表现，好，所以我们在后面讲的 benchmark 的时候，就是我要衡量一个机器的时候，你到底要衡量什么？好，你是要衡量 CPU 的 performance， 还是说你要衡量什么就有不同的标准，然后让你去衡量它？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的 application 是不一样的。譬如说你是一个科学家，对不对？那你可能希望一个什么？你一天到晚在 run 的 program 是什么？一天到晚在 run 的 program 都是那些 CPU computation 很重的，对不对？好，那你可能就要 CPU 这个只要测它 CPU 好不好，对不对？好，那譬如说你是一个银行，对不对？你很注重 transaction， 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常 I/O 要系统整个 system performance 比较好，那你就要测那样的 benchmark， 看那样的系统，看它好不好。好，所以 different program 因为会不同，对 CPU 的要求跟系统不要求，system 的 performance 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当我们在决定这个测一个这个电脑好不好时，要根据不同的这些标准来做测试。好，那再进一步我们再看好 CPU， 我们再进一步再看 CPU。还没有哈，在 relative performance 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好 ，relative 就是说，假如有2个机器，好 ，A computer、B computer， 那我们要比一下，说相对我们俩到底谁好谁坏，好，那我们就算一个叫 relative performance 啊。那刚刚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现在着重的就是 response time 时间，对不对 ？execution time， 不管你是 system 的整个 total 的时间，还是 CPU 的时间，我们就用这个来比，好，那时间越长 ，performance 是怎样？越好越坏？好，时间越长 ，performance 越好越坏？越坏嘛，对不对？所以它 performance 跟时间是一个导数，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我要比 A 跟 B，A 跟 B 的 X 跟 Y 的 performance 到底谁比较好？那就把 Y 的时间放在上面，好，execution time放上面 ，X 的放在下面。好，那这样子出来的就是 X 对 Y 的 performance 比它快多少？好，所以我们下面举一个例子好了哈。假如现在呢要10个 second 呢，好，要 A 这个机器要 run 这么久，然后15个 second 要 run B， 那 A 比 B 好多少呢 ？A 比 B 好多少？就把 B 的时间放在上面 ，B 的 execution time 放在上面，好，分子，然后 A 的 execution time 放在上面，所以算出来是 1.5， 所以 A 比 B 好 1.5 倍。这样，好，这叫做 relative performance 的计算方法，好，就是把你要 A 比 B 的话呢，就把 B 的时间 execution time 放上面，好了 ，A 的 execution time 放下面分母，这样，好，这第一个公式大家知道 relative performance 都很简单，但是呢，有时候同学呢这个越简单的越搞不清楚哈，好，这很简单，大家看一下这 relative performance， 好，再来，好，我们刚刚讲到说。有 system 的 performance， 然后我再进一步，我如果要看 CPU 的 performance， 要更进一步看我的这个 CPU 到底 run 的还快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东西，我们一个叫做 clock 的东西，要利用这个东西来做东西。什么是 clock 呢 ？clock 呢其实就是一种一个 signal， 它是 high low high low， 它很规律的，这样一直 high low high low 高低高低这样一直跑哈，很稳定的哦，而且这个不会变的。如果这个是 constant 的 rate 哈，就是它的跑的快慢是一定的速度的哈。那这是干什么 ？clock 是干什么？因为在我们设计 computer 的时候，我们说用 clock 来 control 我们的状态 state 哈。当你做一个 computation 做完了，就是当你 clock 完的时候，到的时候，你这 computation 就要做完，做 computation 就要做完，或者说当我的东西从这个地方传到这边的时候，对不对？当我 clock 完，一定要传到了。好，因为每当 clock 的时候，就决定我下一个 state 的状况是什么。好，所以就是说 clock 是在
控制我的 data transfer 跟 computation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ignal。好，那也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常在算说，到底我这个要多少运算呢？就算你用了多少个 clock， 你用了多少个 clock， 好，就用多少 clock 哦。好，那 clock 你现在大家知道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好，那我们要 define 什么叫 clock， 对不对？它这个 high low 这是一个我们就要称它为一个 clock 的 period， 好 clock period。你如果把它拉得很长的话，对不对？你 clock period 很长，那表示说你一个从 clock 开始到 clock 结束，你的时间很长，对不对？那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你可以在里面做很多运算，对，做完以后再啪把下一个 state latch 到，就把下一个 state 存起来，好。那可是如果你的 clock period 很长，它表示什么？你跳得很慢，对不对？单位时间，譬如说你可以跳100下 ，clock 可以做100个动作，还是说可以做1000个动作，100个 clock， 好，那这个就叫做 clock rate， 好 ，clock rate、clock period 跟 clock frequency、clock rate， 好，那这个就是常常用来我们决定我们 computer 好 computer 的运作的快慢，好，那 clock period 我们刚刚讲就是从 high 到 low 这一个单位，好叫 clock period， 好，我们举个例子来看，譬如说呢，好，如果是你250个 picosecond 的话，对不对？好，那就相当于0.25个 nanosecond， 就相当于250乘以10的负10的 second， 好，这就是你的 clock period， 你可以 define 你的 clock period 多大。有了 clock period 之后呢，我们再 define clock frequency。clock frequency 就是说每一个 second 你可以跑多少次，多少个 clock， 是一个导数的关系，对，我可以跑多少个 cycle， 好，譬如的话，你常常说你把你的这个 computer 打开，要告诉你的 process 是4个 gigahertz 的 computer， 它的意思就是说我的 clock 跑这么快，每一个秒钟我可以跑这么快，4个 gigahertz。哦，这么快，那4个 gigahertz 多少呢？好，加3个0就 megahertz， 对不对？再加6个0就hertz， 就跑这么多下，好，4乘以10的9次方，每一个 second 可以跑这么做，也就是可以做这么多的动作，好，做这么多动作，这就是 clock， 好，那我们常常用 clock 来衡量 CPU 的效能，好，那怎么去衡量它呢？哈，这又来我们第二个公式啊，他说 CPU 的时间呢，好。是相当于我们的 clock cycle 有多少个 clock cycle， 你就告诉我，对不对？我让完了有多少 clock cycle， 然后再乘以它的 clock cycle time， 就刚刚说一个 period 要多少时间，好，一个 period 乘到，那当然这就 total 的时间啦，是不是？我一个 clock 要多少时间？那我现在跑了100万个 clock， 那乘起来不就是你的时间了吗？就是你的 CPU 时间，好。那 clock cycle 呢？因为是跟 clock rate 是导数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把这个换成 clock rate 也可以。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因为你clock rate 是每一个 second 我可以跑几个 clock 嘛，每一个 second 可以跑，譬如每一个 second 可以跑100个 clock， 那我现在跑了1000个 clock， 那请问我花多少时间？10个 second 嘛，除一下就好了，对不对？所以 total 的 clock cycle count 除以 clock rate 也可以算出我们的 CPU 的时间。好，那好，你现在要 improve， 假如我知道这公式，对不对？我要把 performance improve 的话，我可以做什么东西呢？因为这公式是这样嘛 ，CPU 的 clock cycle 乘以 clock 的 cycle time， 对不对？好，我要把我的 hardware improve 的话，我要改进它的话，我要做什么动作？我可以把这个 cycle count， 对不对？再把它 reduce number of clock cycle。好，那我也可以把 clock rate 变快，就是说我单位时间可以跑更多的 cycle， 好，那但是呢，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一定，就是说我要 reduce number， 我是不是一定可以，所以把 clock rate 增加，就是把 clock period 变小嘛，对不对 ？clock period 变小，那是不是我只要把 clock period 变小，我就一定可以达到我的目的呢？把 clock period 变小，就一定可以把我的所需要的时间变，就是说变快，可以吗？好，来找一个人，吕家宏来 ，clock period 变小，我的那个效能一定变好吗？如果说好，我的 clock 这是 clock period， 对不对？这个时间如果变，就是 clock cycle， 就是把 clock rate 变提高了嘛，对不对？我把 cycle 变短。那照理说，按照这个式子来讲的话，我 CPU time 是不是一定就变好？是不是一定？
好，一定吗？啊？你是说 clock cycle time 变更小吗？对，我把 clock period 变小，就是 clock rate 提高了就跑更快，对不对？好，那是不是我的 CPU time 就一定会变好？会不会一定变好？假如这个 CPU 的 number of clock cycle 不变的话 ，number of clock cycle 不变，当然就对啦，对不对 ？number of clock cycle 不变，我的 clock rate 变高了，就变快了，对不对？那当然就对了，对不对？可是 number of clock cycle 会不会变？好，我把 clock period 变短了，对不对 ？clock period 变短，我的 number of clock cycle 完全不受影响吗？好，不一定，对不对？因为本来呢，我是一个 clock 才可以做一件事情，它要做这么久才可以做完，对不对？那现在你把 clock period 变短了，那我一个 clock cycle 做得完做不完呢？做不完了，对不对？我就变什么？我可能要变2个 clock cycle 了，可能变2个 clock cycle， 所以不一定哈，不一定，所以不一定。所以呢 ，hardware 的 designer 哈 ，hardware designer 常常呢要 trade clock rate 跟 clock cycle count 这两个要看看，好，就是你一昧的就把 clock period。clock rate 一直减，不一定会增加 performance 哈。你要看看你 clock count 就是 clock cycle count 增加的状况，两个互相做一个 trade off 好，来决定你的 hardware design 哈。这是 CPU 的时间哈。好，再来，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来看哈。好，他说这个我们如果要算 computer A， 它是2个 gigahertz 的 clock 好，然后花了10个 second 的 CPU time。好，这第一个 computer 是这样好。那第二个 computer 呢？好，他希望把这个 CPU 的时间呢，好降低到6个 second， 降到6个 second。好，那但是呢，就跟刚刚讲，它的 clock count 不见得是维持原来的，它的 clock count 呢啊，就 total cycle count 呢会增加1.2倍，比这个 image 会增加1.2倍。好，但是如果我要达到降到只剩下6个 second 的话，那我第二个 computer 它要 run 多快，它的 clock rate 要多少？这一题就是这样。这样懂不懂意思了？好，就是 A 有一个效能的规范在那边，说我只 run 2个 gigahertz， 我在10个 second 可以 run 完。那第二个呢，他新设计一个，他希望他的 clock rate 跑快一点。他可跑快一点呢，他希望他 performance 会降到6个 second。好，但是他不是只有跑快，他的 cycle count 也会增加，也是会增加。好，那我要多快？我的 clock rate 到底要多快，我才能达到降到6个 second？ 好，就降到6个 second 的目的。好，我们就看好，第一个，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好，如果我要知道说这个跑得多快的话，是不是我只要把我 B 就是我要得到的 clock rate， 对不对 ？B 是我希望得到的 clock rate 是多少？哈，那我已经告诉你说，我希望呢 clock rate 怎么算呢？是说我是希望在6个 second 就把它完成。我现在6个 second 完成，好，那 clock rate 怎么算呢 ？clock rate 是等于你 total 的 clock cycle 除以 clock rate， 对不对？那就是你的 CPU 的时间嘛。所以这个式子有没有问题？这个式子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那好，那我已经知道 CPU 的时间是6个 second， 它给我的 given 的。好，但是我知道不知道我的 clock cycle 是多少？不知道，对不对？我只知道它会比 A 的增加1.2倍而已，增加1.2倍，所以好，我的分子就是这样。好，那现在看好，那我知道不知道 clock cycle A 有多少 clock cycle？ 我不知道的，我要算嘛，对不对？好，那 A 的 clock cycle 怎么算 ？A 的 clock cycle 怎么算 ？A 的 clock cycle 怎么算？我现在已经知道说我考2个 gigahertz 的 clock， 我跑了10个 second， 所以 A 的怎么算？好，很简单啊，就它到底跑了多少 cycle count 到底多少？这个是说它1秒跑这么多次，对，跑了2 giga， 对不对？它总共跑了10个 second， 所以 total 是多少？做什么动作？把这两个做什么动作？相乘，对，好，就相乘就可以了，好。所以把 CPU time 乘以 clock rate， 这就是我 A 的跑了这么多个 cycle count， 对不对？把这个带到这个里面来。好，把这个带到里面来，啊，就得到我们的4个 gigahertz， 啊，就得到算出来哦。所以我要跑4个 gigahertz， 我才可以满足，好，它把 CPU 时间从10个 second 降到6个 second 的这样的要求。好，大家看一下，其实
这些公式看起来很复杂，其实都很简单，所以它比你们高中数学还简单哈。但是常常会把它搞混了，觉得说哇，大学应该很难，把自己骗自己，自己把自己搞得很复杂这样哈。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一些运算。好，刚才是比较 low level， 对不对？刚才比较 low level 哈，我们是说在 CPU 跟 clock 的关系在做探讨哈。那可是我在写，我们 programmer 在写的都是看 instruction level 啊，好，只看 instruction 就是说。我把一个 C program 做完之后，我做 compiler 之后，我可能看的比较高阶，就是多少个这个 instruction set 里面的 instruction 要多少个 instruction。那我们更高，把它提升更高一点。如果我就 instruction count 来看的话呢，我要怎么算它的 CPU 时间？好，知道这意思吗 ？instruction count 的意思就是说，我把程式转换之后变成我们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里面 define 的 instruction， 看有多少个 instruction， 这更高一点 level 了，对不对？因为刚才看到说几个 clock cycle， 几个这个 cycle time 是很 low level， 对不对？在 hardware 很 low level， 可是你在写 program 都看不到那么 low level， 我要再提高一点的话，我从 instruction level 看，那我怎么去算它的时间 CPU 的时间？那我们就看它的 instruction count， 跟另外一个叫 CPI 的东西 ，CPI 是什么东西？叫做 clock per instruction。clock per instruction 就是说一个 instruction 要多少个 clock？ 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譬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加好了，对不对？如果你设计的是carry ripple adder，carry adder 还记不记得逻辑设计的时候要 carry 要一直传，要花很多时间传，对不对？那你的 cycle time 可能多少？这个 instruction 可能要多少？可能要花可能是假设好5个 cycle 好了，好，可是如果我假设计成一个 carry lookup adder， 它 hardware 就很大了，对不对？但它可以啪就算出来，可能2个 cycle 就算出来了，好。所以不同的 instruction 用不同的 implement 就有不同的 cycle count， 好，这个意思就这样。那一个 instruction 你要多少 clock cycle 就叫 CPI，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很直觉想，加如果是一个 clock cycle， 那乘呢？乘简不简单？乘如果你在逻辑设计学过，它是 shift and add，shift and add， 对不对 ？shift 再 add， 你看几个加8 乘8的话，至少做加8次，对不对？对不对？而且每一次都是加8个 bit， 对不对？好，所以花的时间是不一样。好，所以我们可以 define 每一个 instruction 要多少个 clock， 叫做 CPI。好，那如果你有这个 CPI 之后，那我 instruction count， 好 ，instruction count 乘以它的 CPI， 那就是不是我的 total cycle 了吗？一个 instruction 要多少个 cycle， 乘以它的 instruction count， 那就是 total cycle 了嘛，对不对？好，那知道 total cycle 之后呢，我再乘以刚才的 clock cycle time， 那就是什么？就是我 CPU time 了嘛。好，就是 total cycle 可以从这边来，从 total 的 cycle，total 我所用的 cycle 可以从 instruction count 乘以 CPI 得到。好，得到了这个之后 ，total cycle 再乘以 clock cycle time， 或者是除以 clock rate， 就是我的 CPU time， 你可以这样看。那这就更高一阶 level 了。好，所以你知道 CPI 是什么东西之后，我们再看哈 ，instruction count for 一个 program 是怎么得到的？哈，一个 program 的 instruction count， 同样我叫你写 sorting 好，叫你写 sort， 你的跟他写的一不一样？有没有写的一不一样？好，你写100行，你可能写80行好了。好，那这写的东西不出来，那它 compiler 帮你 generate 出来的 assembly 不一样，不一样啊，所以你 instruction 会不一样。好，或者是我叫你写 sorting， 你写一个 quick sort， 你写什么 bubble sort， 不同的 sorting， 对不对？出来也是不一样的 instruction， 对不对？所以 program 会影响它的 instruction count。好 ，program 先，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algorithm 要 data structure？ 好，不是只有 machine 的问题哦，你要一个机器跑得快，对吧？不是只有说你 hardware 不好，或者说什么你 software 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写一个好的 program？ 好，它要很少的 instruction 就把东西执行出来。好，所以 program 有关系的 ，instruction 跟 program 有关系，跟你的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的。哈，譬如我现在写了一个 instruction 叫做 x 等于 a 加 b 加 c， 它是3个 operand 把它加起来，对不对？假如我现在我的 instruction 里面有这样子一个 instruction， 说可以把3个 operand 加起来，把它放到 destination， 那我要几个 instruction？ 我只要一个 instruction 就可以做完了。好，可是我的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不是这样，我的设计是说，每一次只能加2个 operand 产生一个结果。那如果把3个 A 加 B 加 C 的话，那我要几个 instruction 才可以把这个做完？你要先 A 加 B 嘛，放到 temporary， 对不对？然后再来 temporary 加什么
C 嘛，才是我的结果嘛，你就要2个 instruction， 所以是不是跟你的 instruction set 也有关系？instruction 有关系。好，那跟 compiler 有没有关系呢？好，虽然呢我的这个程式不太会写，对不对？我写了一大堆 redundant 的东西，对不对？或者说我有一些共同的部分呢，我都很笨，就是不会重复写。像那 compiler 很厉害，好，它可以 recognize 发现说，哎，这地方是重复的，我把它提到外面来，好，比如 loop 啊，或怎么样，对不对？它有一些就是你写的差了，就放到 loop 里面，就它一直在那边重复计算。可是那个可能是一个 constant， 对不对？A 等于 B， 你放在 loop 里面，它就每次都在 A 等于 B，A 等于 B 的A 等于5好了哈 ，A 等于5。那这是一个 assignment， 根本不会变的，对不对？你放在 loop 里面，变 loop 跑100次，它就要做100次的 assignment。compiler 很聪明，他说，这个是一个 constant， 我把它拿到外面来，我不是省 instruction 了吗？好，所以 compiler 也会影响你的 instruction count。好，那这个是 instruction count。好，那但是一个 instruction 要多少个 cycle 呢？多少个 cycle？ 一个 instruction 到底多少 cycle， 就跟你的 hardware 有关系。因为我刚刚讲过，对不对？我同样是做加，对，我是要用它 implement 是一个 carry ripple adder 呢，还是一个 carry lookup adder？ 当然它需要的 cycle 不一样。对，它 cycle 不一样，它的 hardware 的 resource 也不一样，所以跟 CPU 的 hardware 有关系，好，那 different instruction 有 different CPI， 对不对？刚刚讲过，乘跟加的 instruction 当然不一样，对不对？那你平均的 CPI 就是很多 instruction， 我现在 generate 我的 program generate instruction， 我到底哪一类的 instruction 占比例多少？哪一类占比例？当然我希望是那种简单的 instruction 越多越好。对不对？那就可以算出来平均的 CPI。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譬如说，我现在要乘以2的5次方好了，对不对？A 乘以2的5次方。那你如果真的要做一个这个乘以2的5次方的话，哇，你要做好久，对不对？可你发现乘以2的5次方其实就是 shift 的动作嘛 ，shift 5个 bit 就好，对不对？那如果你 compiler 够聪明，你觉得你够聪明的 instruction， 那你就只要做一个 shift 的 instruction 就好了。好，那你的最后 CPI 那种很简单 instruction 就会很多，难的 instruction 就会少，那你 overall 的平均的 CPI 就会变少。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下一次再继续。好。